Hello，大家好，今天是1月18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反弹一周，本周你赚钱了吗？下周还有大事发生，市场波动将会更加明显、更加剧烈。一旦看错方向，很有可能你会买在高点，而卖在低点。下周你一定要千万小心。特斯拉本周如期上涨，表现非常不错，而比特币也重新回到10万关口之上，概念个股纷纷上涨。下周怎么看？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32期。那么阿哲呢，同样会分为3个部分来讲解今天的视频内容，为大家呈现本周的周复盘行情观点。我们第一部分还是会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观察，我们会通过右侧的趋势结构分析和空间的点位计算来告诉大家目前的中期和短期目前的市场怎么去看。而第二部分和第3部分主要讲解的是个股，我们主要会用技术面在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讲解特斯拉和英伟达，而类似于台积电、苹果、PLTR、谷歌、亚马逊、MSTR、AVGO、博通以及 AMD 那么等个股，那么阿哲呢会比较快速的用资金和动能等指标来去快速的研判，进行行情快报。希望以上内容对你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因为准备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时长可能会较长。如果您是新同学，可能会不太适应。那么阿哲呢也准备了一个行情的时间轴，在视频播放的这个角落点开这一个三角，那么会打开本期视频的时间轴。阿哲呢将每一部分都按时间作为切割，那么您可以快速的找到您最想要听到的那一部分内容，那么也对于新同学来说可能会比较友好。那如果您是老同学，已经习惯了阿哲的一个时长，那么希望你能够从头到尾认真的听完。那么很感谢新同学的到来，我们的遇见，也感谢老同学的照常的支持。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阿哲呢先回顾一下我们最近的观点。在上周五这根阴线出现之后，阿哲发布了3期的视频，而这3期视频我们从标题可以发现，从一开始阿哲认为这里将是一个反弹的开始，以及后续认为这里是一个低点的确认，包括在最新的1月16号的视频当中，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中期底部的确认。那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本周行情也如期反弹，收出了一根周线上还算不错的低开高走的阳线。那么走到目前，周五出现了一根高开但是低走的假阴线，出现这种 K 线，那么阿哲的观点是否会改变？那么本期视频阿哲会重申一下当前对于美股的一个观点。我们来到第一部分，趋势的结构分析，如何在右侧去分析当前的行情走势。我们看到这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那么在讲解这一个图表的分析之前，我们看到下方的观点。那么在讲解这张图表之前，我们先看到下方的观点。阿哲平时分析时不太喜欢模棱两可，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会观点比较直接，并且会比较单方向，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所谅解。那么今天阿哲的观点是，对于本周的美股分析，短期阿哲认为下周是容易回调的，甚至呢下周还有可能出现大跌。但这里有一个不同的点，从技术分析来看，阿哲的技术告诉阿哲，这里后续大概率还有一跌，还有下跌，甚至是大跌。但是有另外的层次告诉阿哲，有可能这种下跌它不会如技术面所反映去出现，那么就是下周的一些意外的事情了。比如说在下周一特朗普的一个上台就职，那又比如说下周的一个日本的议息的会议，那么等等，对于市场都可能会有出乎意外的一个波动，会打破技术分析的一个常规。但从技术面上来看，它这里还是有一个回调，或者说我们说的牛回头的一个现象，甚至呢会有明显的一个下跌。但是建立在中期的底部看涨的观点下，这里但凡出现下跌，如果真敢下跌，那么都是去找机会买入的时刻，这是阿哲目前的观点。那如果上涨呢，那么就皆大欢喜，在前期低位买入的筹码，我们持股待涨即可，没有2次加仓机会。那假如真的有下跌，那么就是2次加仓买入的时机。而这就是阿哲在本期视频当中主要的一个观点。我们看到现在的日线图表的分析，纳斯达克指数从前面的高点不断降低，到目前为止维持现状，而低点也是不断在降低的。那么从右侧的分析来说，它是一个下降的楔形结构。
而这种下降楔形当前还在维持，还没有打破。那股价从技术面上来分析，为什么之前这里阿哲认为会有反弹，就因为价格在触及上轨之后下跌，跌到下轨而出现低开高走的阳线，那么这个位置出现低点确认是不足为奇的。而从这里开始展开的反弹，它重新的修复了前面高点的下破，你会发现前面高点这个支撑位是有效的，这里没有跌破出现反弹，这里跌破略微的跌破2天而后反弹。那包括现在看到这里，它是不是也是略微的跌破了3天而后快速的反弹，并且是以跳空上涨阳线快速回归。从价格短期的表现来看，种种迹象来看，前方高点的一个支撑位是有效的，而这里也就导致每次下跌它都会快速的拉回。所以这里如果真敢下跌，甚至呢真敢去跌破，那它只会是在中期底部之上的一个回调机会，牛回头而已。那么现在的风险面临的就是这一个上轨，上轨呢比较的临近，而基本上略微上探可能就到了。而我们看到这一根周五的 K 线，它是一根假阴线，也叫决策阴线。决策阴线在股市当中用法有很多，那么如果在上涨当中出现决策阴线，你要小心它有成为短期高点的可能，当然它也有可能是续涨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些案例，比如说目前我们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我们把行情放大到这一块，左侧呢是24年的7月份，右侧是24年的8月、9月的行情。那么在这其中有出现过数次的一个假阴线，我们看到这里是一根假阴线，这里呢也是一根假阴线，股价在上涨当中出现假阴线，我们怎么去分辨它的一个方向性，如何决策是上涨还是下跌？正常我们会把它的一个实体作为一个延伸，实体的一个箱体，如果股价后续实体能够之上收阳，那我们认为方向选择大概率是向上的，实体之上收阳则方向选择大概率是向上的。他们这种上涨当中的假阴线都是一个续涨的假阴，而不是见顶的假阴。我们再看到这个位置，股价出现上涨，而后这一天也是假阴线，而这一根假阴线它的实体是不是在这里？虽然说第二天出现了一根阳线上涨收在实体之上，但问题这里快速的又收跌，并且跌破实体之下，而后我们看到后续有再次的出现阳线收涨在实体之上吗？是没有的。那包括像这2天是不是都是假阴线？而这2天假阴之后，股价后续是下跌的，直接跳空下跌。所以决策假阴在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是一个高点，是顶部，是风险。而像这种决策假阴就是一个机会。那么目前我们怎么去研判当下最新的行情？那这一根 K 线它是看涨的决策假阴，续涨的决策假阴，还是看跌的？你可以关注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后续直接收阴跌破，那我们在这个实体下，我们就认为短期确实要走牛回头，要回落。如果后续这个交易日收阳向上，那么只要后续在这个实体之上，我们认为这个楔形结构将会很快的被突破，那么这个楔形结构将很容易的出现一个反转被打破，下跌的序列将不再存在，这是一个中期底部之后的强势上涨行情。以上是阿哲通过右侧的趋势面分析来讲解的这部分内容，观点呢，阿哲觉得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只是下周的事件比较多，可能会对于技术面的一个分辨有所影响，但是对于中期底部的判定，下周的短期事件不会有太多的影响。所以目前的市场，美股市场上涨是机会，下跌也是机会，这是一个非常明确阿哲可以告诉大家的事情。至于它是对是错，我们可以交给市场去判定。如果以上的分析对您是有帮助的，老同学可千万不要忘记听到这里给阿哲的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同时如果您比较方便，时间还允许的话，可以留下您的一句宝贵的评论，那么支持阿哲的一个视频创作。那同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还希望大家在学习并且有收获的同时，可以点击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订阅之后您就可以成为老同学了。那么点击订阅，在点开全部铃铛通知按钮之后，未来阿哲的所有公开的视频和直播在更新之后第一时间都会由系统通知到你，你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周每期的视频更新了。很开心能够在此相遇，感谢新同学的订阅以及老同学的点赞评论支持。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有关于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测算。
关于这一个信息，阿哲呢是每天盘前会在美股开盘之前发布到我们的 Telegram 学习小组当中，供大家去参考。只要您是今天订阅了阿哲的观众，那么这一条消息都是限时提供给大家的福利短信，至少会有半个月的时间你都可以接受得到。我们看到这个短信的一个消息提醒，第一个，阿哲呢会在盘前讲到目前行情的一些观点，以及呢下方是一些技术分析空间的点位测算。正常阿哲会讲一下纳斯达克指数以及特斯拉的一个点位。那么不管是在16号还是17号的盘前，阿哲的短信的一个观点当中都有提到一句话，看涨以及后续任何下跌都是短线机会。包括这里因为前面有中期底部确认，所以呢只要股市有回调，那么就要找机会去买进。哪怕市场出现了一个负阴线，我们预示短线风险也是如此。短线在中期底的确认之下，我们应该去找到短线的买入机会。那么接下来阿哲讲一下这个点位是怎么去用的。所谓的预测高点和预测低点，不是说当天它一定会到达某个高点和低点，而是指的是如果当天的股价多空动能是正常的，那么它的收盘价应该在这两者之中出现。而假如多方非常强势，收盘异常的高，那假如多方在当天非常强势，那么它的收盘就一定会收过这个价位之上。而假如当天收盘价超过了低点的支撑，跌破了支撑，那么说明空方强势，多方弱势。那么以此我们可以去研判每一天的多空强弱。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在图表运作当中，这是纳指的日线，是不是底下有一些颜色，有红色有绿色，阿哲呢称其为红绿灯。当股价底下是一个红灯时，说明当天的收盘价跌破了阿哲的预测低点。当股价当天是一个绿灯时，说明当天的收盘价突破了预测高点，代表多方极度的强势。通过颜色的区分，我们知道当天的多空谁强谁弱。当然呢，这是一个比较静态的分析，也相对呢是比较简单粗浅的使用这个方法。阿哲呢后续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去更好的用好这个点位。我们看到最近的行情表现，从这个低点出现止跌阳后产生上涨，而这一天是一个绿灯，但是绿灯之后第二天立马红灯，所以在这一天是17号。17号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个地方是不是预测的低点被突破了，不管是纳指还是特斯拉都被突破了，所以行情从空间点位上来说是空方强势的，这里应该转跌，但这个下跌的看法是短期的。那我们看到第二天又立马转为绿灯了，说明什么？如果今天为绿灯，而第二天为红灯，说明多头极强，第二天立马极弱，这说明昨天的极强的多头有可能是诱多，有可能只是反弹，行情结束。但是这一天的红灯之后，立马又出现了绿灯，这又代表什么？说明昨天的红灯为洗盘，为砸盘。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前期这里也有一个上涨当中的回落，而这一天是一个红灯，而红灯之后第二天立马是一个绿灯，说明昨天极强的空头今天却转为极强的多头，这是一个代表昨天下跌为砸盘的一个现象。而相反的，如果你发现今天为绿灯，就今天这一天为绿灯，多方极度强势，而第二天出现的却是红灯，我们就认为这一天大概率认为昨天是反弹，证明了昨天这个高点是确立的，那么就要小心风险。包括前面股价上涨时这一波上涨，是不是很明显出现了绿灯之后的红灯，绿灯之后的红灯频繁出现？一旦在上涨当中经常出现，就要小心。它会告诉大家，像这种极强的多头都是一个假的现象，而目前是属于低位，股价上涨反弹当中出现了这种连续的红绿灯的转变，它其实是一种变盘的信号。这种绿灯转红灯再转绿灯，它只要出现就是一个变盘信号。那怎么去使用呢？曾经阿哲在 MSTR 的个股当中为大家去讲解过。现在我们所看到是 MSTR 的图表，那么图表当中也标记了红绿灯。那么刚才我们是不是讲到，当股价出现了连续的这个红灯绿灯的反转，那么则意味着是一种变盘的信号，有绿灯红灯绿灯连续3天出现转变，那么就是变盘信号。我们一般怎么去看？看的是下一根 K 线，下一根 K 线只要是收跌，意味着红绿灯最后的反转，它的方向是选择向下的，那是不是股价后面是下跌的？那我们再看到这里当时阿哲就是在这里去告诉大家的，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那么下一根 K 线将是方向的选择，
这一天依旧是下跌的，而且再次转为红灯，是不是股价出现了下跌？所以每次出现红绿灯频繁转换的时候，你会知道市场的多空交锋很激烈，而随时都会打破这种平衡，随时都会转向。目前的一个纳斯达克指数就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这是很少见的在指数上，而一旦出现，我们要去注意了。就类似于决策阴线的判断是一样的，下周周二第一个交易日，如果收的是下跌 K 线，意味着短期确实会有牛回头，那么甚至呢要小心短期的大跌。而如果下周周一之后出现的第一个交易日是收阳线，说明这里变盘依旧向上，而且很容易会是加速向上。所以下一根 K 线，下一个交易日的收阴、收阳、收涨、收跌很关键。这里呢，阿哲也给大家一个点位。这个点位是19586.76，这个价位是下周周二的时候预测的日内低点，而这个低点如果在周二时被跌破，那么这里将会再出现一根红灯，而如果股价反弹出现红灯，每次出现意味短期的风险出现，那除非又是一根绿灯出现，那才会去解除这种风险。所以下周看好这一个价位，股价如果下周周二下跌，跌破这个点位，就说明空方是极强的。那么如果你目前的操作策略是短线，那么一定要注意先跑为妙。而如果你的操作策略是中线为主，甚至主要的仓位在中线、在长线上，那么下跌找机会买进即可，或者说更明确点，找下一根绿灯的位置去买进就行了。那么因为每天的这个点位都是阿哲计算之后给到大家的，所以它的点位呢是会变化，是不一样的。周二这个点位不一定会跌破，那如果跌破，那下一个绿灯怎么出现等等的一个数据，阿哲会在每天盘前去提醒、去告知各位订阅观众。所以大家注意怎么去领取到我们这条信息。如果您是今天新订阅的观众，你可能是不太清楚阿哲的一个规则，这里阿哲简单告诉大家怎么去领取到这一条短信。第一步，你一定得要是订阅观众，所以如果当前还没有订阅阿哲的，记得及时订阅阿哲频道。第二步，在下方视频底下有一个评论区，点开评论区之后，有一条置顶的链接是阿哲发出来的，在里面呢有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的联系方式，你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的 Telegram。那么至于这个 Telegram 当中的学习小组你怎么加入，阿哲等一下会告诉你。那么每天的盘前信息你怎么去获得呢？很简单，找到助教之后，你写2个字叫盘前，把盘前2个字作为口令发给助教。那么助教在收到你的盘前口令之后，他就会知道您是新同学，那么您需要阿哲每天盘前的行情广播消息的提醒，那么他就会在之后每一天告知你。所以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今天刚订阅阿哲，那么如果您想要这一条行情广播的话，劳烦您可以动动小手指去操作一下，找到助教老师即可。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订阅观众的另外一些福利，除了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之外，我们还有专门的学习小组供大家去交流、去进行技术分析的知识答疑。同时每周我们的群组之内还有内部不公开的直播，有一些进阶的知识点的教授，由阿哲和阿哲团队的其他老师去进行分享。这里先讲一个要求，就是这个粉丝群组学习小组它是有人数要求、人数限制的，所以不是每位同学都可以加入。平时呢有很多同学在咨询这一个粉丝群组如何加入，那这里阿哲呢再提醒一句，你必须得要是订阅观众，而后你必须要完成一次内部直播课程的作业，才有机会让你进入。因为这一个学习小组是专门提供给真正爱学习、想要学好技术分析的同学。如果您是只要阿哲的一个观点，或者说只要一些代码，那么其实您完全没有必要加入到学习小组当中。那么这里阿哲讲一下怎么去完成一次学习小组的作业。这里看到本期我们下周的课程，从1月20号到1月24号，也就是下周的周一到下周的周五，这5天时间我们会有5节的内部的课程，而每节内部的课程当中，我们都会有老师在讲课、在授课之后安排课后作业，根据当天的知识点安排作业。你完成了一次作业，就说明你认真听了一次课程。那么你交给助教老师这一份作业之后，他会在审批之后邀请大家进入到粉丝学习小组。这一点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如果您想要把3份福利都拿到手，那么至少呢你要认真学习一段时间才有机会。阿哲呢是想要真正的找到爱学习、认真对待技术分析的同学。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关于纳斯达克指数趋势结构和空间点位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特斯拉和英伟达的专项解析。先看到特斯拉的图表，这是特斯拉的日线图，我们看到空间点位的分析。在这3个点位之中，阿哲是已经画了有1-2个月的时间了，老同学应该看了很久了。361.73、382.26、406.71和478.4，股价前期从这个低位上涨，直到478.4遇到压力，而后回落。回落过程当中，最后是跌到了382.26，在这里尝试去止跌，以2次回踩低点抬高。去确认了382.26是没有有效跌破的，而目前的股价从382.26重新的上攻到了406.71。阿哲上期视频的观点是406.71是一个多空强弱的横界，如果股价能够维持在406.71之上，那么特斯拉将会很快的以一种速度去冲击2次去打击478.4这个前高的位置。而假如股价在任何一次回撤当中，如果出现收盘跌破406.71，那么则说明特斯拉的多头不怎么强势，中期的行情来看，依旧容易在此处出现震荡的上涨。而在最近的行情走势当中也比较明显，虽然股价呢在上涨之后有所回落，像这一天的回调，但是它没有出现下跌跌破406.71，所以股价呢在周五的时候再次出现冲高。那目前我们怎么去分析？只要在406.71之上出现了任何调整，只要不跌破406.71，那么都说明本次的中期多头是强势的，股价依旧会往478.4去运行，这之中是没有太多的压力的。或者说换一句话来讲，这其中的压力是不足以去影响股价从406.71往478.4去运行的。而从短线来看，目前有略微的风险，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忽视在周五这一天是冲高回落的 K 线。我们看到这2根 K 线，它类似于晕线，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一个包线。这一天所有价格差一点被昨天的实体所包裹啊，差一点就只差一点，因为它的低点是略微刺破了它的一个实体下沿，但它也算是一个不太标准的晕线。好，一旦出现晕线，就说明股价从低位的反弹到这里短线出现了停顿，而这种停顿它需要选择方向。正常来讲，如果股价能够突破这一个大 K 线大实体的上沿会更加明确，但它目前没有突破，可是它的收盘价是有突破了小 K 线的上沿，所以股价从目前来讲是有方向性停顿之后往上走的一个趋势，只是昨天的上影线实在是太丑了，它在 K 线上来说是不太好看的，最好能够有一根阳线能够彻底站上这个大 K 线的实体上沿，会是一个加仓追涨的点位。而哪怕股价如果出现回调呢，我们前面说的406的位置刚好呢也和这个大 K 线的下沿是重合的，所以股价如果真的后续调整过于强势的话，它把这个406跌破了，那么意味着特斯拉的中期多头有所转弱，那么这里将容易是一个震荡的中期底部，所以最好不要调整跌破406.71。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中的动能 K 线以及 BBD 资金分析。从动能和资金来看一下当前的特斯拉短线走势。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在周五的 K 线它出现了底下资金的上穿， BBD 上穿了蓝色轴。我们曾经说过，这一个动作出现上穿代表什么？它代表是一种资金的变盘。那有同学说这一天没有上穿吗？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数值，看到这里，这一天左侧的 BBD 它还是一个负数，也就是说它还在水下，是负的 13.790 还是负数。我们看一下周五的时候，这根 K 线它的 BBD 显示的是 127.8， 也就是说它变为正数，也就是说周五这一天才是真正的首次的上穿。那么上穿 K 线它将是一个临界点，股价在下跌中出现了反弹，那么反弹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首次上穿的 K 线，它将容易成为反弹的高点以及反转是否能够成立的临界点。我们举一个之前的例子，股价下跌反弹，看水下往上的上穿，
那么如果是上涨回调呢，价格在上涨而后回调，我们要关注是首次由水上下穿到水下的资金轴。那么这一天下穿了，那么它就有可能是回调的低点变盘。如果股价真的是回调，而不是破位，或者不是走为下跌，那么这一个低点是不应该被跌破的。所以价格当时下跌跌到这里，出现了反弹，出现了反攻，但后续没能站稳，而是出现了下跌、反弹再下跌。所以这里它是一个续跌，它是一个下跌，而不是回调。所以当前呢是一个下跌而后走为反弹。反弹的这一天是上穿，上穿 K 线能不能够突破将是关键。像前期这里也是一个震荡，也是一个调整，而股价上穿的这一天是这个 K 线，它的高点后续遇到压力，但是隔天立马收阳突破，而后加速上涨。所以这个位置本身也是一个临界点，但这个临界点被突破了，所以价格还能继续上涨。是不是从这个低点后涨到这里，又再涨了一波？所以目前股价走势从低点涨到这里，能不能再继续上涨涨一波？这一个周五的 K 线，它的高点是关键，要突破才行，不突破，这里将是一个变盘反弹高点，力度就还不够，就还得往下蓄势，再次待发。这是通过资金层面来讲解的一个内容。我们看到 K 线上特斯拉也走出了变盘的信号，一根绿灯，一根红灯，再接一根绿灯，是不是绿灯、红灯和绿灯？那么变盘信号之下，我们要关注下一根 K 线，只要下一根 K 线是收一根阳线，那么基本上这个高点是很容易能够被突破的。因为变盘的红绿灯告诉我们，这一天如果收阳，那么后续大概率8、9不离10，方向还得向上，那么价格的压力被突破只是时间问题。上一次特斯拉出现是在2024年12月2号，那你会发现这一天是不是绿灯、红灯、绿灯也是变盘信号，第二天出现的是上涨，而且是绿灯，所以股价在这里变盘方向是向上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是收阴还是收阳，是收红灯还是收绿灯。以上是关于特斯拉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分析。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空间点位是阿哲之前所画到的一些支撑 135.1 和 131.5， 股价冲高突破左侧的高点之后收跌，出现一根大阴线，而后回落到 131.5 这附近出现低开高走，是不是止跌的信号？没有出现收盘跌破，盘中跌破，但最后收盘站上，是一个止跌的信号。到目前为止 131.5 还没有被跌破，而后股价出现反弹，反弹力度呢是比较弱的。阿哲说过，为什么它的走势会比特斯拉弱一些？因为它的价格结构之前是出现了一个之日转向上涨突破，而突破之后，如果强势的多头，它是不会去跌破这个高点的，而正常的回调，它也不会去跌破这一个低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根阴线、2根阴线，连续的几天、4天下跌，直接把一个高点、一个低点都跌破了。所以这个上涨结构直接变成了震荡结构，所以它的走势就变弱了，多头就要缓一缓。那么价格的走势目前只要在这个结构当中，就属于什么？属于多方震荡，那么它就是一个筹码较为密集的区域，它只有重新的走出来，才有机会能够转为强势的上涨，而在这之中呢，就相对的墨迹一点，会比较弱一些。所以如果你是做中期的，你说在这个位置去买进了做中期的，那你就要耐得住心死。那如果你做短期，那它不是很适合。我们也看到这2根 K 线，这2根 K 线比特斯拉要标准，因为小 K 线的所有价格被大 K 线的实体完全包裹，这是一个标准的运线，比特斯拉标准。那么我们也知道了，这根大阴线的高点如果能被收盘站上，则意味着市场认为英伟达这里的方向选择是向上。这里呢，阿哲要提醒一句，这个运线产生的时机不太好，因为在昨天的时候，特斯拉和指数基本上都是共振的上涨，也就是说，昨天大家都在上涨的时候，你却出现了运线，那么就说明你相对的晚了一步，你相对的慢了一步，那么它就不是目前相对强势的一个短线表示了。很多个股可能都选择了上破，而英伟达才刚刚出现运线，所以它哪怕后面上破，也代表它比很多数个股短线上来说会弱一点点。
但如果目前你是看好英伟达的，你说我想要找一个买点，那么可以去选择运线的上破，而后去做交易买进，最好是一根阳线的上破。现在我们看到英伟达的动能和资金的表现，从资金上看，我们是不是说要关注资金上穿和下穿的动作？比如股价在出现下穿时，这一天容易是低点变盘，而股价如果是上穿，则容易是一个高点的压力变盘。价格走势如果低点变盘，后续被跌破，则小心了，这不是回调，这还有下跌。那股价出现上穿时，是不是容易高点变盘？股价如果出现下穿时，是不是容易是一个低点变盘？而目前的价格出现探底回升上涨，当前的价格资金有上穿吗？是没有上穿的。在资金上来说，它比特斯拉也是慢了一点，弱了一点，可能还要再涨个1-2天才有机会去上穿。所以当前的价格呢，没有高点变盘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看到从动能 K 线来看，这是一个绿灯、红灯和绿灯，红灯、绿灯、红灯是不是变盘 K 线？下一根 K 线走势是收跌还是收阳会比较关键，它大概率决定了市场的一个运作方向。当然这里要注意，这个方法它是大概率事件，但不是100%事件，我们最好还是通过 K 线要在后续跟踪一下。比如我们举一些案例，也是英伟达上的，曾经英伟达在什么时候出现过啊？比如说这里是不是出现过有一根绿灯、红灯、绿灯，第二天呢是上涨的 K 线，然后股价是不是还延续上涨了一下？但是我们再看到这一边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有红灯、绿灯、红灯？两个红灯加一个绿灯。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在绿灯之后有一根红灯立马出现，是不是说明这个绿灯很有可能是假涨，很有可能是一个诱多，是个反弹，所以后续要小心。但是按照变盘点来看，你会发现两个红灯加一个绿灯之后是上涨的，但股价后续变盘是下跌的，所以这个变盘信号不是那么100%的精准，它呢大概率事件，但有时候呢也会失误。如果出现变盘看涨之后还出现下破，那么就要小心风险的出现。正常两个绿灯加一个红灯，看涨的意愿会大一点；两个红灯加一个绿灯，看跌的意愿会大一点。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3个维度的专项技术面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台积电、苹果、PLTR、谷歌、亚马逊、MSTR、博通、AMD 的技术面快报。阿哲呢，同样会通过资金和动能2个角度来快速的分析。我们看到第一只个股台积电，台积电的话，在最近是发布了财报，然后股价呢大幅的跳空，但是当天是高开低走的 K 线，当天也是一根绿灯。我们看一下资金的一个表现，前期呢股价只要是下穿我们的蓝色轴，是不是容易是低点变盘？这里出现了低点，上穿蓝色轴是高点变盘，下穿是低点变盘，上穿是高点变盘。而从这个位置开始有点不一样啦，这里是一个下穿低点变盘，而这一天上穿它不是高点变盘，这一天出现之后还有新高，还有一个更高点。所以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知道多头变强了，而空头呢在转弱，股价后续下跌，这一天又是下穿，下穿时只要空头不是变强，这一天就是低点。好，价格依旧是上涨回调，它是回调低点变盘，这一天是反包阳线为买点，而后大幅的跳空。那么哪怕这一天你买的再晚，你说我在最高点买进，你应该也是有钱赚的。那么当下怎么看？当下出现了一个绿灯，而后这一天是上穿，那么这一天上穿，它的高点没有被突破，它的低点被跌破，目前的多头有转弱，比前面这里有所转弱。而后你看到绿灯之后为红灯，绿灯后为红灯，说明什么？说明昨天的绿灯为跳空诱多，昨天的绿灯为一个反弹，我们要特别小心在绿灯之后立马转为红灯的行情。那么这里唯一的破局就是在下周第一根 K 线出现的是绿灯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下周这里不是绿灯，而是继续延续下跌，那么这个位置又是一个相对的高点。所以目前在出现了绿灯后的红灯，一般要作为获利了结，把前方这里买进的筹码应该及时的离场，这一点要注意了。短线上这里是一个风险信号，因为绿灯低点被跌破，同样它还是一个资金变盘点，也是被跌破的，所以这个高点变盘目前涨定是有效的。
这里阿哲告诉大家，下周我们第一根 K 线突破哪个价位会出现一根绿灯呢？那么这个价位是 213.59， 股价如果下周台积电能够收盘收阳在 213.59 之上，说明又是绿灯 K 线。那么这一根 K 线只要不是长得太丑，不要是长上影线，不要是高开低走的 K 线，那基本上可以作为一次再次的买进行为。这是台积电我们去注意的事情。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AAPL 苹果。苹果的话，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股价下跌出现了绿灯，在这种连续下跌当中出现了绿灯，我们要去关注。像这一个绿灯呢，它翻绿之后是不是没有突破，所以它是一个变盘的 K 线，而后股价见到高点。而像这根 K 线，它不是首次翻绿，它是在之前就有所翻绿，所以出现反包之后，这一天可以作为买点。但是可惜的是，买入之后第二天立马见到大阴线，这是短线交易当中我们不可避免的。那么之前阿哲给到的一个防守位是223，目前被跌破，跌破之后应该把最近的抄底的一个仓位止损卖掉，千万不要死扛。那么223之下为一个空方的区间，有机会延续下跌。而目前我们看一下，价格没有重新回到223之上，反而出现了一个破位之后的晕线，小 K 线在大 K 线之中，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晕线，小 K 线在大 K 线是不是实体完全的包裹，标准的晕线？那么出现这种晕线，我们一般会把这个高低点延伸，再把小 K 线的高低点延伸。股价后续如果突破小 K 线的高点，最好能够回归233之上，我们认为这里是个假跌破，股价后面还是可以看涨，依旧呢可以重新把苹果的抄底仓位重新的买进。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上破，没有站上233，那只要没有出现，那么苹果目前先观望，不要再去轻易的抄底，当前还是有点弱势的。看到资金层面，它没有出现下穿上穿，一直呢处于水下，所以没有出现一个相对的高点变盘，因为它的反弹没有一个力度是足够的。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PLTR。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的观点是苹果的表现是强于 PLTR 的，但短短呢几天时间，那么把阿哲的观点给推翻了。从价格上来看， PLTR 相对强势， PLTR 虽然买点比较延后，但却比买点提前的苹果走得更为的延续。我们在上期视频给到的一个买点是股价要站在这根 K 线之上收一根阳线，那这一天是不是收阳？你说这一天不好看，那么这一天再收阳，那么2天都可以作为一个买点。我们上期视频的买点就是这一根 K 线之上要收阳，因为它是一个压力点位，它也是一个多空的分界。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曾经参加过阿哲的内部课程，你应该会知道这根 K 线为什么关键，它是一个钻石底部的信号。您可以去数一数，这一天刚好是钻石底部的信号，能够突破它的高点，则意味着市场走到这里 PLTR 将是一个波段的反转。股价在这根 K 线的高点之上，我们都可以认为它会走一个波段的底部上涨行情。而看到下方的资金目前离这个蓝色轴还有一段距离，当股价上穿蓝色轴时，要小心它是否能够出现压力，或者说能否去有效突破，不能突破将是一个风险。而当前股价是一个下跌在水下长时间之后，目前还没有上到水上，所以这里只要再次上涨，略微收涨，那么应该就会碰到这个蓝色轴，有机会产生首次的变盘 K 线。那它是否能够真正有效由反弹转为反转，关注那一根变盘 K 线。我们再看到动能 K 线，动能上从前面的红灯后延续惯性下跌，而后绿灯之后延续的惯性上涨，从这个表现可以发现，多空双方都不是很在意 PLTR 了。很多时候这也说明很多资金的目光没有放在这其中，应该更多的关注在其他个股身上。所以它的一个下跌没有连续的红灯，它的上涨也没有连续的绿灯。从价格和动能的角度来发现，它虽然是波段上涨的路程当中，但是呢，它的资金、它的价格动能都不算强势，不能算是一个强势个股。谷歌最近还是在震荡途中，同时在价格 K 线上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它呢也是一个变盘 K 线，变盘的组合。而2个绿灯加一个红灯，我们说是多方强势为主。
那么下一根 K 线最好也能够收一根阳线，如果能够收一根阳线，在这种位置，那变盘呢，我们认为还是能够走出这个区间的。而底下的资金表现，它没有出现一个上穿下穿，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那么价格目前离上穿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股价这里也要去关注一下下一根上穿的变盘 K 线。目前的谷歌还是比较磨人的，它的机会和风险都不太明确，还是要等待一下它的一个方向的明确选择。我们继续看到下一只个股亚马逊。亚马逊和谷歌类似，但是亚马逊的话呢，它是处于一个下降的通道，很明显啊，一个下降的通道，高点降低，低点降低。而谷歌呢，至少它还是一个横盘，还不是下降。像目前的亚马逊也同样的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啊，相对跟指数是同步的。但这里大家注意了，它的一个下方这一天是上穿的 K 线，资金上穿。前面下穿是谁啊？下穿是这一天，股价这一天下跌下穿，上涨回调，上涨回调。如果真的是回调，这个低点是不会跌破的，股价这一天的高点应该要被突破。而当前这个低点算是有效跌破吗？也不太算，因为这里是止跌，这里呢并没有出现有效跌破，这些位置都不是有效跌破，所以当前来讲，它虽然低点在降低，但是前方这个变盘低点的 K 线依旧是有支撑的。可问题是这根 K 线是一根大阴线，所以高点呢是比较难以突破，因为多方还不是很强势。而我们目前看到水下的资金目前走为水上，那么第一天走为水上的 K 线要关注一下，它的高点将会有压力。如果下一根 K 线能够收盘站在它之上，因为点位有变盘，收阳看涨，再加上变盘高点的压力如果能够被突破，一样看涨。所以最好下一根 K 线能够收涨在这一个高点之上，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能够追涨的买点。反之，如果真的受到这一个高点变盘的压力而继续收跌，结合变盘点，那么这里将会继续徘徊调整。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MSTR， 在上期的视频观点当中，我们讲过这一只标的你应该像关注特斯拉一样要去关注它，关注度呢也不能低。我们看到最近走势还是比较强势的，甚至呢比特斯拉还强势，单边的一个上涨。价格的走势目前是一个上涨回调，再次上涨，创了左边的新高。这一天的高点是不是上穿了资金轴？上穿之后高点见到了，有压力下跌，而下跌过程当中这一天是不是下穿了蓝轴？下穿低点是变盘，说明这是一个回调，而后立马突破它的高点，延续上涨。目前股价是一个强势上涨的过程。而这里出现了连续一个、两个、三个绿灯，一个红灯都没有，所以目前的 MSTR 是单边强势的上涨，我们看不到右侧有任何调整的一个迹象，所以目前 MSTR 依旧是持股待涨阶段。而因为左侧的高点被突破，所以这一天呢，你说去加点仓位可以吗？也行，是比较激进的高位的突破买点。下面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博通在之前出现砸盘阴线的低开高走阳线买点之后，目前也是有上涨。上涨途中呢没有红灯，但是绿灯呢也不多啊，一个绿灯，没有其他的一个灯了。所以目前的博通资金的关注度是不高的，类似于谷歌和亚马逊等等个股，它也是走一个震荡。我们看一下资金下穿的这一天，是不是这一天是下穿的？正常这个位置应该不被跌破，但你会发现它被跌破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它的多方动能确实一般啊，比较弱。目前的股价处于上涨，整体来说资金呢还没有上穿这一个强弱轴，所以它的资金层面表示也是较弱。从价格上，它是一个小小的晕线，或者说不太标准的晕线，左边有大 K， 右边是小 K， 小 K 的所有价格被大 K 所有价格所包裹，不是一个标准晕线啊，是一个普通的晕线。你也可以看一下价格能不能去突破大 K 的高点，能够突破意味这个上涨还能够持续，所以目前的博通也是如此。那么从短线来看，走势相对比较疲软，有点弱势，但目前的短线上涨还在延续当中，面临一个选择的关口。最后我们看到 AMD 啊，很多同学呢让阿哲可以把它加入到行情快报当中，所以呢我们就加进来看一下。这里阿哲需要看另外的一个指标，之前我们有分析过 GMMA 固比均线来看 AMD， 不知道你呢还有没有印象？我
我们说过，股价如果在空方的趋势下跌的行情当中，你去想做空的机会会比做多要好得多。那么什么叫空方的趋势？就是固比均线中期成本在短期成本之上，这个叫空方。那么如果中期成本在短期成本之下，这叫多方。所以从这里开始，股价 MD 一直是空方的序列。所以在空方序列当中，你说我去抄这些底，其实都只能博弈一下它的反弹，而反弹的空间正常极限应该也就在黄色线、黄色带这附近。所以之前这里呢，虽然说过有一些机会，但是反弹到了黄色带还是出现了风险。这是一个黄色带附近出现的负阴线，所以它是一个风险，价格后续又是连续的暴跌。这就是一个在空方趋势当中，你非要去做多，非要去拿这个反弹去赌它会反转，那么提前去买进就要去小心它在压力附近出现的短线风险信号。而现在呢，又出现了创新低啊，低点还在创新低啊，又出现了反弹。那目前我们是不是依旧只能把它看作反弹？所以策略上来讲，这种个股我们看的是反弹空间顶天了，先看到黄色带，等什么时候可能趋势走好了，我们再去更大仓位的去做会更好一点。目前的这种点位去买进都属于左侧的范围，都是风险较高的范围。我们放大一下，看到短线，看到红绿灯。从红绿灯来看，短线走势是转强的，因为呢，它是一个红灯之后立马转绿，绿灯呢还是收盘站在了这根 K 线之上。我们看到资金表现，这一天是上穿的资金是吧？它首次上穿之后高点就被突破了，所以短线的走势 AMD 呢是有所走强的。股价上涨回落，这一天下穿是低点，这一天上穿是高点。之前呢，股价下穿时啊，要么低点立马被跌破，要么上穿时呢，股价的高点不能有效的突破啊，出现了一个震荡。所以目前这里出现了一个变盘点后立马上穿，还是不错的。但你要关注一下，上穿之后它会选择在这里徘徊呢，还是说能够快速的再来一根启动的阳线，上涨放量阳线？如果可以，那么说明短线它会继续的往 GMMA 黄色带去冲。那如果它立马又跌回来了，那么说明跟这里是差不多的，多头还是不算强，还是一般。这是有关 AMD 我们的趋势的分析和趋势之下左侧短线的分析。以上就是阿哲在1月18号为大家去提供的周复盘行情视频，感谢大家今天的一个收听。那么希望呢，今天视频能够对你有所启发，或者说引发一些思考。美股中期上涨，中期的底部行情确认，那么阿哲认为是大概率事件。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在下周的短期波动，如果真的出现了下跌，希望大家一定要找准机会去进行一个交易。那么下跌的低点的交易方法，阿哲分享过很多，如果你还不清楚，那么记得参加下周我们的抄底专家系列课程。那么希望特斯拉也真的能够出现目标位新高。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